我还没有看到程医生。程医生来的时候，我恰好出差了。这不，你姐夫刚去接了我回来。现在我们在你姐夫家里，马上就能见到程医生了。弟弟还是关心他的，这让宁云初很开心。姐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都不要灰心。程医生没办法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找更好的医生。宁天磊安慰着姐姐。其实谁都知道程医生，要是治不好姐姐的眼睛，姐姐就真的无法恢复光明的了。程医生是神医的高徒，神医能被称为神医，那医术好到哪种程度都不用说的。宁云初默了默后，反过来宽慰着弟弟天磊，姐不会难过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姐都能承受在黑暗里生活了那么多年。我也习惯了，就是委屈了你姐夫，他那么优秀的一个人，却要娶我这个盲女。云初，战一晨低叫着，我不委屈。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决定了，不管你的眼睛能不能治好，我都要娶你，要与你共度一生。你要是能恢复过来更好，不能恢复，我当你的眼睛。宁天磊在电话里说道，姐，我相信我姐夫是个有担当的人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他们战家的家风如何，我们都清楚的相信自己，相信姐夫。宁云初感动的咬了咬下唇，不让自己掉泪，默了默后，他轻轻的道，姐知道了。天磊，你在学校还好吧？钱够用吗？学校饭堂的饭菜可合你胃口，要是不好吃，你到外面去吃，没钱了跟大姐说。大姐，我不缺钱，你不是定期往我卡里面打钱吗？我自己也有点钱的，钱够用。我还找了兼职，不是缺钱用，是想实践一下生活，就积累一点工作经验吧。学校饭堂的饭菜挺好吃的，多样化吧。姐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你安心治眼睛吧。宁天磊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就被父母送进了寄宿学校，吃住都在学校，他并不挑食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吧。姐，你赶紧去见程医生吧。我也要去吃饭了，希望我放寒假回管城的时候，姐能看到我。宁云初笑了笑，能的。姐弟结束了通话，宁云初将手机还给了战一晨，说道，天磊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，却打到你手机上？战一晨说道，他可能以为你在接受治疗，才会打到我的手机上。他离开管城的时候，并没有保存我的联系方式，可见他是用心去打听我的手机号码的。云初，天磊其实还是很在乎你这个大姐的。有段时间他虽然接受不了现实，不想见你，但他没有怨过你，恨过你。他知道他父母做的不对，只是碍于亲情，他才难以接受现实。宁云初恩着，我知道的。在他治眼睛之前，弟弟能打来电话关心他，鼓励他，安慰他，他已经心满意足了，姐弟之情重新续上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啊。战一晨拉扶着宁云初走向自己的家。数分钟后呢，程医生。战一晨先和程玲玲打招呼，跟着进来的其他人听说，那个年轻的陌生女人就是程医生，都很诧异，然后赶紧问好。虽说程玲玲刚生完娃不久，大家还以为她是高龄产妇，没想到这般年轻。毕竟程医生的名声在外啊，没有见过程医生本人的，都以为声名在外，被称为医毒双绝的小神医的。程医生是个中年大夫。程医生，这是我未婚妻宁云初。战一晨将未婚妻介绍给程玲玲认识。程玲玲看到他扶着个陌生女子进来，就知道是他的病人。宁小姐，知道宁云初是靠听力来辨认对方的位置。程玲玲先和宁云初打招呼。宁云初进来时，脸是朝着楼梯的方向的。听到程玲玲开口说话了，他才望向程玲玲的方向，俏丽的脸上扬起了笑容。程医生，你好。宁小姐，过来坐，我帮你把脉先。
程玲玲没有客气，直接就让战义臣扶宁云初坐到他的身边。他帮宁云初把脉，战义臣连忙扶着未婚妻过去。坐在程玲玲身边的老太太都让了座位，让宁云初挨着程玲玲而坐。程玲玲帮宁云初把过脉后，又看过他的眼睛，说道：“宁小姐，这是中毒导致的失明呀。宁小姐曾经接受过治疗吧？就是对症下药的治疗。如今宁小姐能看到光了吧？”宁云初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失明后，小姑姑带着我到处求医问药，见过很多眼科医生，接受过无数次治疗，大都是没有效果。只有一次遇到的的确是厉害的名医，他给我治眼睛，我就觉得有效。可惜我眼睛还没有治好，那位医生就离世了。之后又看了几个医生，都没什么进展了。我对恢复光明变死了心，瞎了10年，在黑暗里生存了10年，我也习惯了。就到后面吧，他已经不抱希望。小姑姑就算给他找到了新的医生，他都不想去看医生了，觉得看与不看都是一个结果。谁都知道他的眼睛失明是中毒所致，那毒素不消，他就无法重见光明。经那些有效的治疗，我是能见到点光，不过不是经常，是偶尔。就算见到光了，也看不清楚人物，模糊一片的。那是治疗中断了，如果没有中断治疗，你现在早已恢复光明，也不用你的未婚夫反复跑去风尘山庄请我来这一趟了。程玲玲觉得自己来这一趟是捡了前辈的漏，若不是前辈离世了，宁云初的眼睛早就治好。那位前辈的医术也高超，可惜已离世，否则他都想去拜访一下，大家交流一下。我给你开1个月的药，你吃完后我看情况再开药。宁云初怔了怔，问道：“程医生，我不用动刀动手术，要是动刀动手术，你小姑姑早就请医生帮你做手术了。你的眼睛本来就知道有了起色，只是医生的离世，后续没有人能接上帮你治疗，导致你失明至今的。我算是捡了那位前辈的漏，不用费多大功夫来治你的眼睛，给你开点药就行，保证你在河站2少爷就办婚礼之前能看到他的样子。”程玲玲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你这不是不治之症，我敢说出这样的话，就一定能做到了。”他拍了拍宁云初的手背：“放心吧，最长时间3个月，3个月后，你要是还看不清楚，我就让我师傅过来帮你治。不过我师傅在制毒这方面不如我，他种了太多毒草、毒花，对毒的了解比他师傅厉害，要不别人也不会说他医毒双绝。这放在古代啊，妥妥的神医毒王。”闻言啊，大家都欢喜不已，就知道程医生亲自出马，能够治好宁云初的眼睛。程医生，谢谢你。宁云初悬着的心放下，他反手握住了程玲玲的手，不停地道谢。程玲玲笑道：“你不用谢我，你该谢的是你的小姑姑、姑父，还有你的未婚夫，是他们的坚持，是他们的不放弃，才有你的今天。小姑姑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当年如果不是小姑姑回来了，我的小命都交代出去了。想起当年的悲剧，想到这10年来自己吃尽失明的苦，宁云初的眼圈泛红。那他最感激的呢，便是小姑姑。如果没有小姑姑，他真的活不到现在。他那个亲妈大概是知道他在调查亲爸的死因，对他下毒手的给他下毒，想让他病死。他亲爸没了，爷爷奶奶又过世，2个大姑姑是站在继父那一边的。就在宁家，他那时候就是个小透明，就算他真的病死了，除了小姑姑会伤心落泪，对其他人来说，他死了就死了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在宁家，他本来就是多余的，是他命大，命不该绝。小姑姑回娘家探亲，小姑姑说她回娘家之前是连续做了几晚上的梦，
梦到他小姑姑担心他出事，就赶紧回娘家一趟。没想到他还真的出事了。小姑姑呢，将他送到医院抢救，小命是捡回了一条，眼睛却失去了光明。那是毒素清除不干净所致。小姑姑，宁云初哽咽地叫着姑姑。哎，小姑姑连忙过来。宁云初摸到了小姑姑，她站起来，忽然一头就扎入小姑姑的怀里。小姑姑，这么多年来你辛苦了。小姑姑早就红了眼睛，知道侄女有机会恢复光明，她先是欣喜激动，听到程医生那番话后，她就先哭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她到处为侄女求医问药，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自己的家庭，还好她的丈夫、她的儿女都坚定地支持她，没有抱怨过她半句。丈夫说，云初小小年纪就没有了爸，有妈却比没有妈还要惨。宁太太是云初的亲妈，她打架女儿，折磨女儿，他们这些当亲戚的都不好替云初说话，唯有他们多疼点云初了。小姑姑不辛苦，只要你的眼睛能治好，让小姑姑做再多也是值得的。只要你能好起来，好起来，那小姑姑也对得起你爸了。他小哥离世时最放心不下的，那便是云初这个女儿。就那时候云初才2岁大，什么都不懂，小哥是含着泪离世的。以前他不知道小哥哥的死还有大哥和大嫂的手笔，他们太狠了，对于兄嫂被关，极尽被重判。小姑姑觉得那是他们罪有应得，不值得同情。以他们对他小哥、对他侄女做的事，小姑姑觉得他的大哥大嫂该被判死刑。宁思琪很快就能出来了，那不过出来又怎么样？没有了父母当靠山，只要云初的眼睛恢复了光明，宁思琪再嚣张也翻不出什么风浪来。小姑姑又想到自己的2个大姐，她们也够狠，试图假装战一晨来欺骗云初，如今也遭到了战一晨的打压报复，濒临破产了，活该。姑侄俩激动得抱头痛哭，没有人劝阻他们，让他们放肆地发泄心里的苦。程玲玲打开自己带来的药箱，她的药箱里带着些许她自种的草药，有些经她研制成药丸，有些则还是保持着草药原状。她拿出了几样草药，用个小透明袋子装好，对战一晨说道：“战二少爷，这几样草药是用来煲水给宁小姐洗眼睛的。我来的匆忙，带的药不多，我回去的时候，你可以跟着我过去多拿点药。”好。程玲玲又开了一张药单，让战一晨按着药单去抓药，最后拿出了2瓶她自制的药丸，一并给了战一晨，说道：“这2瓶药丸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，宁小姐每次喝药的时候就加2颗药丸，每种药各1粒，就着那中药服下去便可。”战一晨认真地听着，那连连点头。他问程医生：“洗眼睛的药啊，药店能买到吗？我想不好找，这几样草药都是我自己种的，还不好种。你跟我过去拿药，也只能拿到1个星期的药，是我带到 A 市的全部药量。余下3个星期的药，我需要回我的药王谷里去采药，再经过我的处理才能用的，否则带点毒。”程玲玲种的药并不在师徒俩住的地方，住的地方也有些药，不过不多。他另外有种药的地方啊，那麻烦程医生啦。程玲玲笑道：“只要能治好宁小姐的眼睛，让你们夫妻俩真正见面，我很乐意啊。以咱们2家的交情，二少爷也不必太客气。”程玲玲看向海彤，又道：“海彤和我还有我大嫂都是朋友，所以二少爷不用太客气。”海彤回以微笑。程玲玲说宁云初的精精能治，还开了药，并保证他3个月后就能重见光明，这让战家上下都很开心。他们是不嫌弃宁云初是个瞎子，
不过能恢复光明，那是最好的。治了病，程玲玲也不想太快回 A 市，决定留在管城玩几天，怕回去了又要面对从她肚子里爬出来的哭猫。她第一次当妈妈，虽然知道当妈妈不容易，真正当了妈妈，太他娘的不容易了。反正她绝对不会生2胎的。就她有了徒弟龙庭，是她选中的徒弟，打小养在身边，如同养儿子一样。她又有了君飞，一个儿子一个徒弟足够，不想再生了，怕又生个像君飞那样爱哭闹的娃娃。要是像君言那么乖巧的，生10个8个她都不嫌多。因为程医生的到来，连老太太都回了山庄，其他人只要还在管城的也都赶了回来。晚餐是在2房这边解决的，毕竟程医生是战一晨请回来的，2房招待贵客理所当然呀。看到4少战一阳和5少战宇回来了，海彤眨了眨眼，小声问着身边的丈夫老公：老4和老5还在管城呀？我以为他们都去追妻了呢。战印亦是低声回答着爱妻的问题。他们才收到奶奶给他们的相片。没那么快行动吧。一阳似乎也有点不喜欢奶奶给他选好的人。老5吗？目前还看不出来，那家伙很沉得住气的。老6是战印的亲弟弟，今年才25岁，老太太本来也给他挑着的了，又觉得还可以再留2年。老人家觉得25岁的男人还不够成熟稳重。在知道海彤怀孕后，老太太就暂时放弃了给老6挑对象。至于老7嘛，才被带进社会呢，还早得很，老7是完全不用担心。短期内被奶奶瞄准的，反正他上头还有几个哥哥都未婚呢。察觉到兄嫂的注视，战一阳走了过来。大哥大嫂。战印低沉的了一声，海彤则是笑着温声问道：回来了？战一阳是刚到家的，他应着是刚回来，我家门都没有进，直接来二伯这里了。大哥大嫂，恭喜你们。战一阳的恭喜是指海彤怀孕了，兄嫂终于要升级当爸妈了。上次在群里恭喜过了，不过还是想当面恭喜。战一阳笑眯眯地道：希望大嫂能一胎得女。战印立即低咳几声，在战一阳看向他的时候，他严肃地道：别在你大嫂面前提生女儿的事情，我都不给你大嫂生女儿压力呢。战一阳赶紧补救大嫂：我没有其他意思的，就是我想有个侄女，太想有个侄女了，才会那样说的，你不用太大的压力。其实只要大嫂能生，他们家里人就很开心的了，就不会要求大嫂一定要生女儿的。海彤笑道：一阳，大嫂不会放在心上的，我也知道大家都希望我这一胎是个女儿，其实我自己都希望一胎得女。他又说：战印老公，你别吓着一阳。战印温和的道：好，我不吓他。老4，你去跟你爸妈聊聊吧，难得回来一趟。老5呢？我看到老5和你一起进来的，老5早就抱奶奶的大腿去了。战印失笑的到现在抱奶奶的大腿还有什么用？战阳说到就算一直抱奶奶的大腿都没用，年纪到了，奶奶还是会将我们扫地出门，被奶奶扫地出门还得对奶奶感恩戴德。奶奶说的没有他老人家，我们兄弟几个连颗白菜都没得拱。海彤笑得肚子痛，老太太是经常将他9个孙子形容为猪，说他养了9头猪，都不知道出去拱别人家的白菜，还得他老人家跑上跑下，为他们精挑细选白菜给他们拱。你家的白菜怎么样？海彤边笑边打趣着4少。战一阳神色有点古怪，说到瞧着古灵精怪的，比我小了3、4岁的样子，大学毕业刚工作2年，看你这神色，你家白菜是不是做了点什么事？战一阳俊脸微红，说道：大嫂，我都还没有行动呢，刚从奶奶那里得到她的基本资料，见到了她的相片，
本人还没有见到的，哪知道他出什么事了。海童信他才怪呢，不过他不愿意说，海童也不好再追问下去。只要是奶奶挑中的人，早晚会被战一阳带回来的。老太太为战印底下的那些堂弟们挑人啊，都会考虑到那些白菜们与海童是否合得来。选中的人性子必定是好的，性子好才能和海童这个长嫂合得来嘛。那不得不说，老太太最偏爱的始终是战印夫妻俩。长孙呀，地位不一样啊，又是战家的当家人，海童以后会是当家太太，她自身也要努力与妯娌们培养感情，还要以德服人，那样才能成为众妯娌之首，能得到妯娌们发自内心的敬重。大哥大嫂，我去跟我爸妈打声招呼，免得他们又说我回来了也不吭声。战一阳赶紧跑了，他挺怕大嫂一副等着看戏的样子，大嫂感兴趣，大哥就会盯着他，准备时刻将他的故事分享给大嫂。哇，好满足大嫂的吃瓜之心，跑得那么快，分明是有鬼啊。海童笑道，老公，你知道奶奶给老四找的是哪家千金吗？不知道也不关注，我有老婆了，我的眼里心里只有我的老婆，其他女人与我无关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关注。她老公就是这样的人，专情。悠悠山庄因为大家回来，热闹了一个晚上，才渐渐恢复平静。那隔天一早，战印就载着爱妻离开了悠悠山庄。今天是海陵新店开张的日子，小夫妻俩呢是去给姐姐捧场的。任你食餐厅的门口啊，摆满了花篮，都是大家送来祝贺海陵新店开张的。大家对海陵的称呼也上了一个层次，称他为海总。海陵按照传统准备了拜神用品，等到吉时了就进行拜神仪式。很多人呢开店当天都会这样做，他随大流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海陵看到妹妹还没有到，他又看看时间，便打电话给妹妹，姐，我还要5分钟才能到，吉时到了，姐先拜神吧。不用等我的，那是姐的店，都不用海陵开口，海童就知道姐姐来电的意思。没事，还没到时间，姐等你过来。妹妹5分钟就到，来得及的。姐妹俩相依为命多年，彼此都是对方最重要的人。海童当年开书店的时候，也是等着姐姐来了，才开始拜神仪式。海陵开店亦然，他们都希望对方能够参与到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当中。你让司机开车慢点，不用着急，还有10分钟才到吉时。海陵呢，担心妹妹着急会催司机开飞车。妹妹怀着身孕呢，前3个月得万分小心，哪怕妹妹身体很好，海陵也悬着一颗心的。这个孩子可是大家盼了1年才盼到。姐，我知道了，快到了。海童笑道，战印亲自开车，他开车很稳的。战印的沉稳，海陵还是很放心的。姐妹俩结束了通话，陆东明等他放好了手机，才问他，海童和战印快到了吧？刚才说还要5分钟，现在估计还要2-3分钟就能到了。哎，不会误了吉时的。陆总，你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？看到陆东明眼底的黑眼圈，海陵颇是心疼。这个男人为了他的新店开张之事，也是操心了不少的。经常陪着他熬夜。离婚后呢，本来不再相信爱情和婚姻的海陵，在面对陆东明的深情时，觉得自己是不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。好男人还是有的，不说远的吧，就是他的妹夫也是个好男人，不会人人都像周鸿林那样。陆东明比周鸿林不知道优秀了多少倍，哪怕他现在需要坐着轮椅，他都觉得他比前夫要好。老太太劝海陵的话，海陵也在考虑着呢。或许呢，他还能再相信一次爱情，还可以在婚姻里再赌一回，说不定他这一次就能赌赢呢。我不累，
也不困，我很开心，不用休息就算进去，我心还是在外面的。陆东明笑道，我陪着你等。他喜欢看到意气风发的海玲，就喜欢看着他的店开了一家又一家，看着他一步一步地打造出他的餐饮王国。他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不会止步于此，他还要陪着他走下去，到最后他功成名就，他行动如常了，他一定会当众向他求婚，求婚1次不成功，他就求婚2次、3次，哪怕要求婚100次，他都愿意了。那余生他是认定了海玲，海玲呢与他相视而笑。这很快战印夫妻俩赶到了，还好他们提前订好了花，让花店帮忙送了花篮过来。姐，恭喜你。海童下车就笑眯眯地走向姐姐，然后从他的包包里掏出了一大叠的红包，每个红包都鼓鼓的。他将那些红包递给姐姐，姐，祝你新店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姐，这些红包都是我婆家人拜托我带过来的，大家都祝你生意兴隆。奶奶他们就一会儿再过来吃饭啊，山庄里现有贵客，不好大清早丢下贵客过来。海玲笑着道谢，并没有拒绝妹妹递过来的红包，要是不收，不仅妹妹跟她急，战家长辈也会跟她急。姐，生意兴隆。战印走过来也跟着说了句祝贺的话，他也掏出了一个大红包塞给大姨姐。海玲说道，彤彤已经给了，彤彤给的是他的心意，我给的是我的心意，姐可不能厚此薄彼啊，收了彤彤的就要收下我的，否则姐就不把我当一家人了。海玲笑道，你这样说，我敢不收吗？你们俩也太客气了吧。其实小夫妻俩就是借着给红包塞钱给他的，就妹妹问了数次投资了任你食餐厅后是不是缺钱了，让他缺钱一定要说呀。海玲赚到的钱呢，的确都投了进来，还用到了一部分存款。不过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不用妹妹帮扶补贴。小夫妻俩深知姐姐的脾性，平时不好给钱，就算给了姐姐也不会收，只能借着新店开业这个大好日子里，就借机塞给姐姐一点钱。过儿呢，夫妻俩分开给红包，吉时到了，咱们先拜神。好，海玲先上香，她是主，她在心里默念的是爸妈，我又开了一家餐厅，你们在天有灵，要保佑我的生意兴隆，保佑我越来越强大，能成为彤彤强大的后盾。要是父母还活着多好呀，看到姐妹俩都算有了点事业，小日子越过越好，父母肯定很开心的。那拜神仪式结束后，便有客人到场祝贺，也有很多真正的客人是想尝尝新餐厅的饭菜好不好吃。一时间餐厅里热闹非凡。海玲，海玲啊，周红英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这个极品大姑姐出场总是那样高调，好像怕别人不知道她和任你石老板是相识的一样啊。周红英夫妻俩一起进来的。周姐，不管就是如何，今天对于海玲来说是大好日子。周红英来了，海玲以礼相待。海玲，我们没来晚吧？周红英看到海玲穿着一身红色的旗袍，脸上画着淡妆，整个人容光焕发的，不得不感叹一句，如今的海玲颜值恢复到婚前了。海玲本来就是个美女，就以前是太胖，一胖毁所有，现在的她身材苗条，如同模特一样，看上去年轻貌美，一点都看不出她30出头了，更看不出她是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。周红英美目嫉妒恨，脸上还要保持着笑容，不敢流露出半点，就怕得罪了这个曾经的弟媳妇。当初她要是不做，要是不离间弟弟夫妻俩的感情，不参与娘家的事，或许红林和海玲都不会离婚。就2个人不离婚，
他的娘家甚至是他，都能因为海玲而得到海童夫妻俩的资助，赚大钱。周红英是以为海玲能迅速开第2家店，是海童资助的。没来晚，周姐这边请，先坐下来喝杯茶。海玲客气的就要带着周红英夫妻俩去一张空桌子前坐下，但是夫妻俩不动。周红英说道：“海玲，我们给你订了花篮，花篮也送过来了，还没有摆好，外面摆的太多了，我们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摆，花篮还放在外面呢。”海玲笑道：“周姐客气了，谢谢周姐，我让人出去摆好便行啊。”她向一名服务员招招手，等服务员过来了，她温声说道：“周姐给我们店送来了花篮鹤，我们生意兴隆，你出去把花篮摆好。”“好的，海总。”服务员笑着应了。周红英纠结了一番后，便拿出了父母早就准备好的大红包。她查看过，父母往大红包里面塞了5000块钱。那弟弟住院那么长时间，花的都是父母的钱，如今给海玲的红包还那么多钱。周红英都好奇父母到底还存了多少钱，是她不知道的。她总以为父母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她的小家上，现在才知道父母还是留了一手的。周红英跟丈夫抱怨，还想从红包里面抽出3000块钱，只给海玲包2000块的，被丈夫一顿批，说她格局太小，不知道趁机修复与海家姐妹的关系，居然还想吞掉岳父母给海玲的红包钱，她才没有那样肉。周红英很是肉疼地递过了那只塞着5000块钱的大红包给海玲。海玲，这是我爸妈托我带过来给你的红包，爸妈还有红林都祝你生日兴隆。周红英递出红包后，在心里盼着海玲不收，她可以回去告诉父母，说是海玲收下了红包，那5000元就归她了。海玲接过了周红英递来的红包后，说道：“周叔和阿姨太客气了。”周红英见海玲居然收下了红包，笑得便有点勉强。“周姐，你们找个位置坐下来吧，先喝茶吃点东西，我还得招待其他客人。”海玲招呼着周红英夫妻俩坐下，说了几句客套话，那便忙开了。周红英环视着四周，发现到场祝贺的人，男的都是西装革履，女的亦是一身名牌，又珠光宝气，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。他夫妻俩脸皮再厚，胆子再大也不敢往前凑，认识的也就是战印夫妻俩还有陆东明了。周红英很想去和海童打招呼的，想到海童的嘴巴厉害，加上他害怕战印，最终不敢过去打招呼。看到陆东明像个主人那样陪着海玲一起招待客人，周红英极恨又小声地对丈夫说道：“海玲那么有钱了，还收下咱们的红包，我爸妈一把年纪了，老本估计也花得七七八八了，海玲还好意思收？”她丈夫说道：“那是爸妈包的红包，又不是咱们俩出的，咱们一分都没有掏呢。既然包了红包过来，就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红包会被他收下。5000块钱呢，咱们的建材店开张时，那些亲朋戚友到场祝贺，给咱们包的红包也就是几百块钱，最多的才888块。爸妈一出手就给海玲包了5000，比咱们当初收到的总和都要多。5000块钱相较于其他人来说，估计是很小的红包了。爸妈也是考虑到海玲今时不同往日，才会出手这么大方的。再说，海玲的钱都是谁的？以后是留给你侄儿周阳的。周红英撇撇嘴说道：“别人家的姑侄亲得很，洋洋对我这个唯一的姑姑可不怎么亲。就算海玲的钱以后都是洋洋的，我这个当姑姑的怕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。那孩子鬼精得很，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态度，尽量教会小宝礼让洋洋，让表兄弟俩培养点手足情。洋洋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呀。”任姐夫低声地跟妻子分析着。
那你想想洋洋的亲小姨是谁？洋洋现在上的是什么幼儿园？咱们小宝上的是什么幼儿园？人家在起跑线上已经赢了，不要让小宝再像以前那样欺负洋洋。只要2个人还能一起玩，小孩子家家的，慢慢的就能将他的心拉过来。向着你们周家，还怕你们周家得不到好处吗？不管怎么说，红林都是洋洋的亲爸，红林支付了抚养费的，以后红林老了，洋洋就有责任赡养老人。周红英小声说道：我知道，可是小宝霸道惯了，他以前老欺负洋洋，现在改都改不过来。洋洋似乎也记仇，偶尔2个孩子见上了，就都不怎么玩了。是洋洋不想和他的儿子一起玩，任姐夫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的小儿子呢，的确是被宠坏了。周红英夫妻俩聊什么，海玲不去关注，也不在乎，他并没有邀请周家人的，但人家来了，来者是客，他也不能将人家往外赶，他就让服务员帮忙接待周红英夫妻俩。海童也帮着姐姐，他找着机会问姐姐：周红英是不请自来，还是你请来的？不请自来。海玲淡淡的道：来就来了，我也不赶他们走，给洋洋留点面子。女人呀，嫁人时一定要带眼识人，不要像她这样嫁了个人渣，就连累孩子有那么极品的亲人。姐，我留意到那周红英给你递红包的时候，她那是1000个10000个不同意呢。海童小声笑道，看着他那副肉疼的样子，我就想笑，他可能以为你不会收下他的红包。海玲也带出了点点笑意，他说道：那是洋洋的爷爷奶奶包的红包，让周红英带过来的，他可没有出1分钱，红包里面有5000块钱。周红英就是个铁公鸡，最喜欢占便宜，那自然是肉疼。他盼着我不收红包，他可以得到那5000块钱，回去后会跟他父母说我收下了。海童还能这样，我都没想到他会这样。跟他当姑嫂多年，对他我还是了解的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不管你对他多好，有些好他会记在心上，但他并不会因为你的好就不占你的便宜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海童小声说道：还好啊，咱们当初争取到了洋洋的抚养权，洋洋要是留给他们，还不知道被养歪成什么样呢。看周父周母带大的，那外孙是什么德性就知道了。我生的我带走呀，不可能留给他们的。那5000块钱等周末的时候，我带洋洋去看望他爸，再退回给他爷爷奶奶。不要他们的钱，周红林这一次住院，估计将他们周家的老底都掏了个精光。周红林那几年升职加薪拿回够，赚到的钱除了离婚10分1半给他，余下的就是重新装修婚房，花的也七七八八的了吧。两老的钱呢，以前都是贴补了女儿一家，现在还能掏出那么多钱来医治周红林，怕是连棺材本都掏完了。海玲就不想要他们的钱，但不能让周红英带回去，信不住这个人，就只要他们不扒着洋洋来吸血就行。海童最担心的就是周家穷了后，会抓着洋洋不放，扒着洋洋吸血。那好在洋洋还是个3岁的孩子，要是洋洋如今是个成年人，有工作有收入，周红林住院，洋洋不出钱都不行，周红林短期内都无法工作的。2个老的又老了，房贷好像都还没有还清呢，就这些都会压到洋洋的身上。